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大家好，我是雷文。纵观红白机上中后期这几年游戏类型的变化，随着 RPG 的兴起，好像这些家用机游戏越来越多的偏向单人沉浸式的体验。早期小容量卡带的游戏虽然玩法简单，但大部分都带着双人模式，不管是双人同时玩还是轮流玩。随着中后期游戏系统逐渐变得复杂，包含双人模式的游戏比例明显下降了。不过峰回路转，潮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这期就有好几款经典的双人游戏，其中一定有你熟悉的回忆。下面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内容。火箭游侠，也翻译为火箭游骑兵、火箭突击队等等。这是一部移植作品，原版是 Cinemaware 在1988年发布的电脑游戏。之前介绍过一款王冠守护者，它的原版也是这家公司开发的。本作的灵感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和漫画，视觉上也充满了那个时代未来主义的风格。NES 的这个移植版由 Sega 发布。原版的故事设定非常有趣，但包括 NES 版在内的几个版本因为审查的原因修改了故事。NES 版的故事设定在1990年，一个名叫卢顿尼亚的外星人国家入侵地球，卢顿尼亚人驾驶一艘飞艇降落在华盛顿，并绑架了著名的巴恩斯托夫博士和他的女儿简。玩家扮演一名年轻的科学家，用新研制的火箭动力服化身火箭侠，英雄救美，顺手在拯救世界。游戏结合了策略和动作两种类型的玩法。开始一段剧情后，主角身处美国，这时用主菜单下达指令。第一个指令作战室显示世界地图，玩家可以指挥5名中情局的特工，将他们派往世界各地，探索隐藏的敌人基地，突袭月球矿的仓库和找寻火箭的部件。月球矿是游戏里的一种重要资源，也是火箭燃料必备的物资。被派出去的特工有几个命令选项，使用变更命令里的渗透，可以让特工探索目标国家是否有火箭部件、月球矿或者敌方的基地。被探明的地点会在地图上显示相应的图案。之后再有月球矿的地点切换到开始抵抗的命令，能获得一些矿产资源。Change Cover 掩护命令里设置掩护的等级为高风险或者是低风险。高风险完成任务时间短，但被抓获的可能性更高。选择 Report 报告，听取特工得到的信息。画面顶部有一个当前的月份时间和敌方的效率，效率随着游戏的进程缓慢提升。摧毁一个敌方基地降低 10% 的效率，一旦博士一家被送上月球，效率将跃升至 90%。 赢得胜利的最终目标是收集齐5个火箭部件，并向火箭中装入200个单位的月球矿，前往火箭实验室建造火箭，然后前往月球。营救博士一家是可选的任务，但是否完成影响敌方的效率上升。在涉及到动作类型的关卡时，都是和剧情有关的章节。当有足够的矿产资源，在主菜单里将火箭背包加满燃料，然后选择 Take Off 前往对应的地点。这些地点基本上是几种不同的小游戏，成功的完成就能救出博士一家。飞行射击的小游戏，靠近飞艇的同时射击飞来的导弹，还有类似的在空中击落敌方的战斗机，也有射击地面单位的关卡，丛林战斗摧毁敌人的碉堡，射击消灭敌方的8个炮台，格斗战和敌军士兵1v1的肉搏。方向键结合 A 键有不同的攻击动作，也可以防御。当集齐了火箭的部件，完成组装，飞往月球，播放一段动画，来到最后的动作关卡，先射击消灭8个穿着性感的外星女战士，最后还得击败一个巨大的怪物。花了很长的篇幅来介绍内容，是因为游戏确实比较复杂，但 NES 的这个版本是一款劣质作品，画面水准相比原版大幅度的缩水，动作类型的部分做得相当糟糕，剧情展示的方式也是当时电脑游戏呆板的文字描述。个人评价2颗星。联合大作战，这款当年被翻译为中东战争的射击游戏，原版是1988年特库摩开发和发行的一款街机作品，之后在多个电脑端口进行了移植。90年由 Sammy 的北美公司发布了 NES 的美版。故事背景就设定在1990年，科学家海德完成了人造脑 MH-C2， 但他的智力已经超越了发明者，于是背叛了人类的命令，并企图统治世界。作为一款横版射击类的作品，
游戏最大的特色就是将直升机和吉普车作为战斗武器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并且是完全不同的操控方式。单人游戏开始前，在直升机和吉普车之间任选；双人游戏，2名玩家分别控制直升机和吉普车，乐趣倍增。飞机的操控方式是方向键控制移动，B 键向前方和斜下方发射子弹，A 键将机头朝下，改变发射子弹的方向。吉普车按 B 键也是发射子弹，一开始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射，方向键上和下调整发射角度，左右方向键控制车辆移动，A 键是跳跃。虽然吉普车操作更复杂，只能在地面移动，但优势是能向后方发射子弹，并且容易躲避突然飞来的快速导弹。和直升机各有优劣。当敌方出现由4架飞机组合而成的俄式直升机时，将其消灭能获得道具，在组合完成前将它消灭，多出现一套道具。最开始得到的道具是武器威力提升和加速，升级后的直升机向前方发射威力变大，吉普车则是变成朝2个方向同时射击，在拥有武器升级和加速的情况下，再次消灭组合战机，获得的道具增加军衔。当军衔徽章达到最高等级后，即便挂掉，升级也不会消失。游戏里还有专门的隐藏地点能获得徽章，其他的道具就是通过摧毁地雷出现的圆球，拿到后一段时间有防护效果，继续射击白色圆球，变成红色爆炸后清除屏幕上所有的敌人。总共有9个关卡，敌人有多种飞机和战车，种类很丰富，还有时不时飞来的导弹。和每关 BOSS 战之前有标志性的连续导弹发射。BOSS 的造型也各具特色，在第8关摧毁电脑中枢一段简短的伪结局之后，最终 BOSS 出现，他的造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游戏没有复杂的玩法和系统，但整个的关卡设计都很不错，战斗过程也能保持紧张感。2辆载具的差异和特点，即便相同的关卡也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双人模式更是当年和小伙伴共同游玩的最佳选择之一，个人评价4星半。松鼠大作战，卡普空开发和发行的一款平台动作类的作品，制作人是藤原德郎。除了红白机上有日美欧3个版本，同年还由任天堂发布了一个街机版。本作获得了迪士尼的授权，改编自迪士尼同名动画系列。游戏按照原名直译应该叫《奇奇与弟弟救援突击队》。故事的主题是救援突击队接到消息，小女孩曼迪的小猫走失了，同时居住的街区出现了很多可疑的机器狗，于是奇奇和弟弟展开了行动。开始游戏前，如果是单人模式，可以在奇奇和弟弟2个角色之间选择，在关卡里控制小松鼠，按 A 键跳跃，在箱子、苹果、石块等物体前按 B 键将物体举起来，能带着行走，扔出去作为攻击的武器。结合方向键也能将箱子朝上方扔，拿箱子的状态下按方向键下可以躲在箱子里，此时与敌人碰撞也有攻击的效果。双人模式下，1P 玩家控制奇奇，2P 控制弟弟。额外的操作是能将同伴举起来并扔出去，扔出物体击中同伴会造成短暂的眩晕，无法行动。2个角色也能互相反复的扔箱子。游戏里有大量可以利用的箱子或者其他的物体，有的箱子里隐藏有道具，常见的几种道具：花朵图案的方块，收集50个奖励1条生命；银色的五角星，收集10个获得奖命；闪烁的五角星，直接奖励1条生命；小松鼠每条命有3颗爱心；松子是回复爱心的道具，普通的松子回复1颗爱心，闪烁的松子生命值回满。在大箱子找到叫做 Zipper 的绿色小生物，获得短暂无敌的效果。并不是每个关卡都有 BOSS， 和每个 BOSS 的战斗模式都是一样。捡起地上的红球，将它扔向 BOSS 的弱点，反复几次将其消灭。完成关卡后有一个奖励阶段，在短暂几秒的音乐结束前，翻开箱子获得道具奖励。关卡之间还有简短的剧情，除了第1关是直接开始，后面的关卡在一个大地图上选择对应的字母区域，中间有2条分支路线。随着游戏剧情的推进，大反派肥猫现身。曼迪小猫的失踪只是一个幌子，他的目的是要绑架小发明家阿杰，并强迫他为自己工作。通过第1张地图的最后一个区域 G 救出阿杰，随后乘坐阿杰制造的火箭追击到肥猫的老巢，完成第2张地图的3个线性关卡，最终击败大反派肥猫。
这部作品一方面有迪士尼卡通角色的人气加持，制作也相当精良，因此当年获得了全球120万份的销量。后来还催生了93年的续作，近几年还推出了重制版。游戏本身除了卡普空当时动作作品的基础品质之外，关卡设计也很有特点，各种放大版的室内和室外的卡通场景，用石头搭建平台，脚踩跳跃关闭水龙头，控制不同的开关等等。敌人角色种类丰富，多样化的行动模式，卡通形象制作得很细致，还有个性化的表情。用红白机有限的机能就构建出了极具沉浸感的动画世界。双人模式2个小伙伴互相拉扯，更是堪称经典，是很多老玩家快乐童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感觉不足的点是难度变化比较突兀，大部分情况下难度都不算高，但中间少数时候突然出现一些难度较大的场景。个人评价4星半。冲刺野狼，这是从街机端移植过来的一款摩托车竞速类的作品。街机的原版1988年由泰东发行，东亚企划负责开发。红白机的这个移植版由 Visco 开发并发行了日版。同年9月，以摩托车拉力赛的名字推出美版，美版由 Romstar 发行。游戏全程都以俯视角的方式进行，玩家操控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初始的排名是第50名，要驾驶摩托一路赶超其他的车辆，提升排名。每关比赛开始前显示晋级需要达成的名次，达到目标才能挑战下个赛道。赛车有生命树的设定，当撞到了赛道旁边或者障碍，又或者和其他的车辆相撞，都会损失一条生命。基本的操作按 A 键加速，结合方向键上提升到更高的车速， B 键刹车，方向键下也有减速的效果。画面下方显示实时的车速，底下还有一个燃油量表，在比赛过程中油量耗尽也会失败。赛道上每隔一段都有加油站，加油站出现前会有闪烁提示，但进站加油要停下来一段时间，会降低排名。也可以通过捡起道具补充燃料。除了地图上有时出现道具，空中还会出现直升机投放补给。除了燃油补充道具，还有涡轮增压提升最大的车速。帮手小队获得后，在两侧各出现一辆较小的摩托车，非常有用，能帮助清除其他的车辆，直到他们碰到障碍撞毁。头盔图案的道具能短暂无敌，还有其他的分数道具。红白机的版本总共有5条赛道，但得完成2轮才算通关。赛道上有的地方出现标有 Jump 字样的红色方块，从上面开过去让车辆跳起，偶尔还能搭上卡车行驶一段距离。除了摩托车，后面的关卡汽车也是竞争对手，还有到处乱窜的干扰车辆。如果在到达终点时获得前10名，进入商店页面能简单的更换部件和轮胎。连续几关之后有奖励关，这个关卡里直升机一直空投分数道具直到关卡结束。完成第1轮5个赛道后，第2轮场景开始重复，但初始的排名变成60名，最大车速也提升了。完成2轮全部的关卡能看到通关画面。这款游戏的街机原版素质很高，但红白机的移植质量做得一般。虽然保留了核心玩法和道具，但场景和关卡设计严重缩水，变化太大，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个人评价2星半。大海战由阿特拉斯开发，南梦宫发行了一款战略模拟类的作品。不管是阿特拉斯还是南梦宫，当时都很少涉足这种类型。2家公司曾经在1988年12月合作推出过一款策略游戏的冷门佳作《万王之王》，在第44期介绍过。本作算是他们对该类型的再次尝试，这里有不少试验性质的设计，所以和之前介绍的大部分战争策略游戏有不小的区别。以2战的太平洋战争为背景，但是隐去了国家，用红蓝2个阵营代替，支持双人对战，没有剧情和故事，上来就直接开始。有8张可选的地图，4个短篇和4个长篇，每张地图里双方是相同的军事设施。战场上的地图被划分成了多个方格，屏幕内显示4×3的格子，双方轮流行动的回合制。每个回合分成建造和行动2个阶段。在建造阶段，3种不同的设施分别生产海陆空3种类型的单位，共有8种海上单位，4种飞机和1种坦克，没有步兵等其他的兵种。建造需要花钱，每个回合开始增加一定的金钱，增加了多少取决于占领设施的数量。
除了第一个回合，在港口建造大部分海上单位时，需要多个回合才能完成，消耗的金额每回合平均扣除。如果钱不够，生产的进度仍然保留。一个港口能同时建造3个海上单位。结束建造阶段后，进入行动阶段，在同一个方格内的战舰组成舰队。由于游戏以海战为主，地图上只有少量的陆地，占领设施需要用到坦克，所以坦克得用运输船。飞机也可以搭载在航母上。当双方的单位发生战斗后，先有一个阵型的设置，在4×3的格子内放置单位。战舰只能在前排攻击敌方队列的前排，而飞机可以攻击任意的位置。有战斗的动画，不同的对战形式，像是海对海、海对空、海对地、空对空等，都有不一样的战斗画面和表现形式。而且战斗的过程可以手动干预，按 A 键开火，按键的频率和时机对战斗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些反游戏常规的设定，没有弹药和燃料的概念，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耐久。随着耐久的下降，受损的单位性能也会下降，命中率和闪避率也会变差。作为一款试验性质的作品，应该说整个的系统虽然独特，但并不成熟。单位的移动控制很麻烦，平衡性也很差，飞机过于强大，相对的大部分战舰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战斗画面做得还不错，个人评价2星半。最终任务，当年著名的空中魂斗罗，由夏目公司开发了一款科幻题材的横版射击类作品，最先发行了日版，在91年和92年分别发布了美版和欧版，3个版本的游戏名都不一样。最终任务是日版的名字，美版名起得最失败，叫 SCAT 特殊控制攻击队，欧版名是纽约行动。除了游戏名，3个版本的内容也略有差别。故事背景是老套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公元2029年，由维尔马尔莫特率领的外星入侵者大军架设了一条太空管道，将纽约市的废墟与外星人的空间站连接起来。地球组进来一支半人半机械士兵的特种攻击队，以对抗这场入侵。日版的游戏在开场动画里展现了外星人入侵前多个城市被摧毁的场景，并出现了架设的太空管道，还有外星人的宇宙舰队和太空基地。1P 和2P 的2个角色是2名男性士兵，还包括1名俄罗斯的士兵。玩家控制的角色在强制滚动的卷轴关卡内移动和射击，初始有3条生命，除了手持武器发射子弹，人物的2边还有2个辅助的轨道炮。日版的轨道炮，人物在左右移动时才会改变射击的角度，按 A 键能锁定和解锁发射角度。角色受到攻击的话，失去所有的升级。美版游戏的开头是完全不同的开场动画，呈现我方2名主角出场，并介绍角色的资料。角色设定和日版也不一样，分别是男战士阿诺德和女战士西格尼。单人模式开始前可以在2个角色之间选择，之后呈现关卡的缩类地图。美版的3、4关顺序和日版相反。进入游戏内，主角形象的图形显示和日版也有差别。美版的难度比日版要低，初始有6条生命，轨道炮发射的子弹更大，火力也更强。在未锁定的情况下，可以自动的围绕主角滚动，变更射击的角度。另外还多一个道具字母 R， 拿到后能增加生命数。欧版的纽约行动和美版内容基本相同，只是2个主角的名字变成了银人和火花。攻击队也从 SCAT 变成了 SAT 特勤队。除了这些区别，3个版本都是相同的关卡设计和道具。武器类型有3种，字母 B 是炸弹发射器，发射后附在物体的表面或者敌人身上，造成范围爆炸。字母 L 是激光枪，可以连续发射。字母 W 是广域光束枪，快速发射能量波。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实用的武器。还有字母 S， 拿到后提升移动的速度。总共有5个关卡，玩家要从地球开始，经过太空管道，一步步地向敌方基地推进，最终摧毁外星人的野心，拯救地球。作为一款射击类型的作品，本作在关卡的设计上做得相当优秀，也体现了当时夏目在这方面的实力。快速上升的管道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BOSS 的设计也很出彩。30个画面大小的巨大战舰充满了压迫感，还有动感带劲的游戏音乐。双人模式同时游玩，也是当年和小伙伴一起娱乐的最佳选择之一。个人评价4星半。
水浒传天命之誓，光荣出品必属高价。这款回合制策略游戏的卡带价格当年也卖到了11800日元，和光荣早年的其他游戏一样，红白机上也是移植版。原版1989年发布在几个电脑端口，来到红白机上先推出了日版，90年底出了美版。美版的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叫中国古代的土匪王。游戏以古典名著《水浒传》为蓝本，回合策略的框架玩法和光荣早年的信长野望和三国志很相似，不过也有些自己的特色。终极目标并不是要统一天下，而是击败朝廷的奸臣高俅。玩家选择一个人物，招募盟友，扩张领土来提升军事实力，从而提高声望值。当声望达到一定程度时，徽宗皇帝会颁布诏令，之后玩家可以攻打高俅的势力。开始游戏前有4个可选的剧本，时间都挨得很近，每个剧本有4到7个可选的角色，不同的剧本里出现的可选角色也有些不同。选定后可以随机属性值，人物有3项能力属性：腕力、伎量和智力，还有3项决定人物个性特征的精神力属性：忠义、仁爱和勇气。另外还有体力值。来到游戏内，从剧本的初始时间开始，每回合为1个月，达成目标有时间的限制，要在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前完成游戏，否则就会触发金国入侵事件，迫使游戏结束。宋朝的地图被划分成了49个州府，选择的角色一开始有的拥有自己的地盘，但有的角色开始没有地盘，就相当于流亡军。拿到地盘以后才可以进行内政，不断提升声望，让其他的角色加入我方的势力。角色总数达到了255人，和初代的三国志相当，甚至还有潘金莲和李师师这样的配角。这款游戏里将我方其他的地盘委任给高能力角色，比手动控制效率要高。战斗形式也和早期的三国以及信长类似，切换战斗地图并采用交错式的方格，控制部队在方格内移动。部队是基于能力值形成差别的，可以使用近战武器，剂量60以上能用弓箭，智力60以上能使用火计，80以上可以使用妖术。进攻方有30天的时间来击败敌军，俘虏敌军的指挥官，否则将自动战败。战斗后还能选择招募、监禁、流放或者处决俘虏。另一个特色是设置了4季的变化，屏幕和地形效果会随着季节改变，像是有的季节影响法术的使用，冬季河流湖泊结冰，其他的季节要驾船在水面行驶，需要角色有掌舵能力。整体来说，这款游戏算是当年三国和信长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系列，但没有能够延续，作品寥寥。在90年这个时间点，红白机移植版的画面和音乐水准都比电脑原版要差了一些，交互界面也略显简陋。后来出了包括 PS、土星和 Windows 等重制版，如果想要重温这款游戏，选择还是很多的。FC 版就没有太大的游玩价值了，个人评价3颗星。迷宫岛，这又是一款移植作品，原版是由艾瑞姆1988年发布在街机平台，算是动作解谜的类型。来到红白机上，最先发布了日版，同年还有美版和欧版。故事的设定是主角基克尔某天醒来，发现自己的故乡梦之王国被邪恶的魔王变成了冰封之地，只有主角幸免于难。基克尔要拯救梦之国国王和他的女儿。主角的形象设计得很可爱，外表像个小孩，戴着红色的大耳罩。他拥有特殊的冰冻吐息能力，可以将敌人变成冰块，然后推动冰块，还可以用这种能力在水面上搭建道路。另外的一个能力是设置冰柱作为障碍。每个关卡都是一个固定画面的场景，在场景里要拿到3个红色的梦境宝袋就可以过关。游戏分成了4个大的区域，是4个不同的主题，分别是蔬菜王国、水果王国、糖果王国和玩具王国。每个区域里又包含了10几个关卡。日版和 NES 版在关卡的设置上稍有不同。日版在区域里过关后，乘坐气球能自由地选择关卡的顺序， NES 版的顺序则是固定的。另外，日版的关卡里敌人数量更多，难度要大一些。当完成了一个区域全部的关卡后，会播放一段剧情动画，之后来到 BOSS 战，战胜了 BOSS 救出这个区域的公主。当通过了第4个区域玩具王国，就能救出梦之国的国王和公主。播放一段动画之后，将追加20个特殊的关卡。这款游戏充分融合了动作和解谜，开始的关卡难度很低，
越往后难度逐渐上升，解谜变得更加的复杂，同时对操作的要求也更高，可以说有着强烈的动作要素。特别是到了玩具王国和追加的特殊关卡，难度就变得很大了。虽然基础的玩法简单，但有很多的变化，关卡和敌人都很丰富，还要利用好场景的设计，加上轻松可爱的画风，是一款相当不错的休闲解谜作品。个人评价3星半。燃烧柔道，这是杰里可在红白机上出的第2款柔道游戏了。1988年曾经在磁碟机上出过一款试验性质的作品《大挑战柔道选手权》，在第39期节目里有介绍过，都是自家的同类型游戏，所以本作的很多设计理念也延续了之前的柔道选手权。而且这款柔道游戏以燃烧命名，所以被杰里可列入了自家当时的燃烧体育系列。虽然有少量的剧情对话，但游戏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比赛内，有双人对战的模式。在单人的模式下，玩家控制的角色要先前往全世界6个不同的地区和对手比赛，顺序可以自由选择。每个地区内都有好几场比赛，赢下几场之后和该地区的大将对决，完成全部6个区域的赛事后参加奥运会，击败来自9个不同国家的对手，获得奥运金牌。在比赛的当中，画面下方红色的横条是体力槽，随着比赛逐渐消耗，下一行蓝色的横条是机会槽，表示成功的向对手使用技能的可能性。当2个选手接近后，自动的进入互相抓持的状态，通过反复的按 A 键，并结合不同的方向键做动作，让对手失去平衡。这时可以积累下方的机会槽，当机会槽蓄满后，角色会闪烁，这时使用投技的成功几率最大。按 B 键结合方向键使用投技，或者 A 加 B 键使用技巧。规则和真实柔道比赛类似，拿到有效既有可以获得分数，1本直接获胜。也可以通过压制对手赢得比赛，压制时反复的按 A 键延长压制的时间。有一个养成的要素，比赛获胜后会获得技能点数，将点数分配到力量、耐力和技巧3项属性值，以提升自己的能力。3个属性分别代表了对对手造成体力损失的效率、自己的体力上限和使用技巧的成功率。战胜对方的大将后能得到对方的必杀技，包括了吹雪头、梦幻头等等。这部作品在之前的磁碟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很明显杰里可想要通过本作在柔道项目的游戏上有所突破，希望能够制作一款有一定深度和操作技巧的作品，但和之前试验性质的大挑战柔道选手权一样，并不成功。动作缺乏表现力，游戏性也不高，内容比较单一。个人评价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的点赞、评论、订阅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